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常有咽喉干痛、咳嗽、发热等情况，其实这可能是肺热上火引起的。那平时该怎么调理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。首先伸出我们的双手，在拇指根部有个凸起的地方，这里呢就是大鱼际。大鱼际是肺经的营穴，按摩时可以将双手相互握住，大鱼际紧贴，然后来回的摩擦，直到大鱼际发热为止。每次按摩5到10分钟。按摩大鱼际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泄热宣肺，疏通经脉，不仅可以清肺热、去火气，还能提高免疫力。每天坚持按摩可以帮助保养身体哦。那除了上面这个方法外，肺热的朋友平时要多调整饮食，可以适当的吃点雪梨、枇杷等偏凉性的食物，也可以用金银花泡水喝。金银花对清肺热也有很好的效果。但如果是症状比较严重的话，就建议及时就医了，以免给身体带来伤害哦。血压通常发生在中老年人身上，对健康有很大影响，所以一定要多注意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。那想要血压稳定，下面3件事要尽量做好。晨起少吸烟，香烟中含有大量的尼古丁，能够刺激中枢神经和交感神经。如果早起抽烟，不仅会损伤肺部，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，所以早上最好不要吸烟。晨起少用力排便，很多中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，时常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这样早起排便时就容易太过的用力，这样很容易造成大脑充血，使血压升高。对有高血压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。睡前多抬脚，血压高的人可以睡前呢先泡泡脚，然后躺在床上，双手放在肚脐上，抬起双腿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这样坚持5到10分钟。这样抬腿可以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放松身心，不仅可以宁心降压，对改善睡眠质量也有帮助。那建议大家呢，还可以常喝冬瓜荷叶茶，对稳定血压也有帮助哦。生活中很多人受高血压的困扰，如果血压升高，很多事情都要注意。那除了用药物控制血压外，还可以呢多做下面这个小动作。首先伸开手掌，找到手掌处的劳宫穴，将手握成拳，中指指尖所指的位置就是了。找到之后，先用右手拇指按压左手掌心的劳宫穴，然后从劳宫穴开始向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拇指指尖推，各推呢36下，再换另一只手，力度适中，推的速度要缓慢。这样推掌心对降低血压有一定的帮助，大家呢可以试试看哦。那身体健康啊是要长期养护的，血压高的人平时啊要多注意，保持心情平和，不要情绪波动大，还要多进行运动。建议大家呢还可以常喝点玉米须茶。玉米须味甘性平，具有利尿消肿、平肝利胆的作用，对降血压也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高的问题呢是生活中经常会出现的，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合理的控制血压。除了用药外，大家呢可以在饭后做一个动作，对稳定血压也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呢就是梳头，因为我们的头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经常梳头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刺激这些经络穴位，对稳定血压呢有一定的帮助。大家梳头的时候可以用木质的梳子梳，也可以用我们的10个手指梳头，每次梳3到5分钟，力度适中，感觉头皮微微发热即可。可以每天早中晚饭后梳头。除此之外呢，也可以在午饭后静卧30分钟，这样对降血压也有一定的帮助。对于血压高的朋友来说，平时用冬瓜荷叶茶或者山楂泡水喝，也能够起到降血压。如果血压高了，通常会有头晕、头痛的情况出现，那一般呢都是吃降压药来控制血压。其实除了吃药以外，大家还可以常做一个动作来帮助血压保持稳定，那这样配合用，效果会更好哦。这个动作就是甩手，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全身保持放松，手臂自然下垂，手掌心朝内。然后呢，双手手臂开始甩动，甩到前面的时候，最好不要超过肚脐；甩到后面时，小手指外缘最好不要超过臀部。这样来回甩手3到5分钟。注意甩手时要用腰腿带动甩手，甩完之后还可以做一些轻松的活动，这样甩手呢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
进气血运行，不仅可以帮助稳定血压，还能提高抵抗力，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血管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老化变硬。除此之外呢，不好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运动少、喜欢抽烟喝酒、经常熬夜等，也会让血液变得粘稠，引起血栓。如果不想血液变粘稠，3种食物要尽量少吃。第1种，高胆固醇食物。我们平时吃的动物内脏、肥肉等都属于高胆固醇食物，如果吃的太多，容易使血清中胆固醇水平升高，导致血液粘稠，加速血管老化。第2种，动物油脂。我们经常会用动物油脂来炒菜吃，虽然好吃，但是动物油脂含有较高的胆固醇和脂肪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很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影响血管健康。第3种，辛辣的食物。很多人喜欢吃辛辣食物，虽然可以开胃，但是辛辣食物不仅对肠胃健康不利，还会刺激血管，导致血液变粘稠，血管堵塞，诱发血栓形成，所以也不要吃。那吃什么对血管好呢？建议大家可以常吃山楂、洋葱、茄子等食物，有助疏通血管，养护血管健康。人到中年，血液呢很容易粘稠，这样就会影响血液流动速度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建议大家可以常用1种叶子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通血管、防血栓。这种叶子就是桑叶。说到桑叶，大家呢认为是养蚕用到的，其实桑叶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。桑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多糖和生物碱，能够清理血液中的垃圾，还能够降低血脂。用桑叶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增加血管弹性、保护血管、预防血栓的作用。其实桑叶呢还可以和苦荞一起泡水喝。苦荞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，苦荞含有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生物类黄酮，主要成分是芦丁。这种物质有软化血管、维持血管弹性的作用，所以将桑叶和苦荞搭配一起泡水喝，能有效的预防心血管疾病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人到中年要好好的养护血管，除了食疗的方法，平时还要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注意多进行运动锻炼，这样血管也会更人体的通道，输送营养，排出废物。如果血液粘稠度过高，那么血管可能堵塞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血液粘稠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1，晨起头晕头痛。如果你休息得好，那么早上起来呢，应该是精力充沛的。但如果你感觉到头晕眼花、大脑不清醒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表现2，晨起身体疲惫。正常情况下，早上不会出现浑身乏力的情况。但如果你血液过于粘稠，那么血液输送氧气的能力变慢，这样身体就容易疲惫。表现3，晨起视力模糊。如果血液粘稠，那么血液流动的速度会变慢，这时视觉神经就可能会受到影响，导致视网膜短暂缺氧，这样呢就会出现视力模糊不清的情况。上面这些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管还算健康。建议大家平时可以喝点通血管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玉米须茶等。这些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。不止老年人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都存在血液粘稠的情况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呢？若出现3种现象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早起哈欠连连。如果早上起床后还是感觉昏昏沉沉，浑身没有力气，总是哈欠连连的，这可能是血液粘稠了，血液循环变慢，才使人出现困倦的感觉。视力突然模糊，很多人血液粘稠，血液流通不畅，会导致营养物质和氧气不能够及时供应给视神经，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视力突然模糊，甚至看不清东西的情况，这时要多注意。早起胸闷胸痛。如果血管堵塞发生在心脏和肺部，那么早起就可能会有胸闷、胸痛的情况，这时要格外注意。血液粘稠的人要多进行调理，每天坚持运动，比如慢跑、快走、太极拳等，保持好的心情，多吃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、山楂、玉米、海带等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血液粘稠。这句话是这么说的：晚上11点不睡觉是不要脸，12点不睡觉是不要命啊！如果长期熬夜，再加上长期不运动，会使血液循环变差，这样很容易使血管粘稠堵塞。那有人问啦，怎么才能知道血管堵没堵呢？那下面教你怎么识别。晚上经常脚疼，
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躺在床上，如果经常感觉脚部疼的难以入睡，就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若没有这种情况，血管还不算太堵。脚部水肿，如果脚部有水肿的情况，排除是肾脏的问题，就可能是血液粘稠，血管堵塞了，而且还会伴有刺痛感哦。那上面这2种表现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，可以对照看一下。如果都没有，血管相对还算健康。得啦，就唠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。下期见吧，拜拜。